比较过瘾的肯定是最后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两方交锋的过程。但是有一个细节啊，挺有意思的是，刘德华做完了很多的布局，最后说了一句话，说赌对家会失控，胜算大吗？今日影评争论电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泽。你看你现在看你自己，凭什么留在这里？我要100%转正，我必须成功。电影《猎金游戏》讲述了毕业生高寒初入令人向往的金融圈，意外结识业界顶级估值大师张托德，由此见证了行业光怪陆离的潜规则。每一次的成功仿佛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在金钱和利益的裹挟中，从业者如何捍卫金融正义？普通人又能从中获取哪些金融警示？本期节目邀请财经评论员陶跃庆为您解析。首先想问问您，如何理解《猎金游戏》这个片名？谁是猎手，谁是猎物，谁在玩游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到股市，进入到金融圈之后，都以为我们是猎手，但是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当你认为是你在获取利益的时候，也许后面有人在猎取更大的利益。我们看到欧豪所饰演的这个金融小白，他进了一个公司，他希望获得成功，但他不知道这个成功也许就是一个陷阱，也许对人性是一个考验，是一种人性的抉择。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每个人的这种表演，更看到了我们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对于公平正义的渴望，对于法治建设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理解。其实我觉得从股市啊，它已经发展相对来说已经非常完整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融资平台。这样一个平台，它应该建立在一个非常开放透明，并且在法律非常严格限制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保证双方有一个公平的交易。但是呢，因为有了各种技术，因为有了人性的参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陷阱，各种各样的阴谋。所以猎金游戏是一场你追我赶的，你争我夺的人性的游戏。你能赢的机会不到1%，输了就变回 nobody 了。观众为什么要走进影院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它到底和我们的生活有哪些相关呢？因为它跟钱有关。我们总说自己是一个普通股民，我们究竟如何来进入金融圈？我们如何在金融的游戏当中保持我们的定力，并且获得我们的收益？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在金融领域当中，尤其在金融战的时候，是看人性最彻底的时候，包括他们很跑法，包括他们背叛，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电影它是一个金融小白成长的过程，我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在未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当中，我也能学到很多内容，比如量化交易、买空卖空、融资融券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砸盘，全线卖出。金融的故事其实说白了还是人的故事。影片当中，欧豪作为金融圈的小白勇闯投行，他想从无名之辈变成像刘德华那样的大师，但其实过程当中屡屡受挫。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人物的成长的轨迹呢？我们很多的大学毕业生刚刚进入到金融圈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宏心抱负，都觉得我一定能够用我的能力，用我的智慧来站稳脚跟，来获得更大的成功。但是进了金融圈之后，你就会发现，确实他会经历很多的诱惑，也会经历很多的摇摆，包括说他背刺他的师傅，甚至于背叛他的爱情。我觉得欧豪面临这些选择的时候走入了歧途，但又看到他一步又挣扎起来，坚持我们的信誉，坚持市场公平原则。举个简单的例子，公司要上市，它必须要经过保荐机构，经过投行，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公司做尽调是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刘德华带着欧豪去拆一个直升机，把飞机都给拆了，就为了把这个尽调做好。但把他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做低，其实不利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啊。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投行的一个专员来说，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也许会影响我的收入，但是它会增加我的信誉度。信用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灵魂，没有了信用，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在猜疑和欺骗当中在运营，那你怎么才能保证市场经济能够正常运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执着精神是我们所有的保荐机构都应该去认真去学习。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物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的矛盾点，比如说贪婪和克制，利益和公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抉择。比较过瘾的肯定是最后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两方交锋的过程。但是有一个细节啊挺有意思的是，刘德华
做完了很多的布局，最后说了一句话，说赌对家会失控，胜算大吗？在现实当中，就这个细节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悬念的、非常有戏剧冲突的东西。我们知道有一些女性为了在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主的这种金融圈里面能够站稳脚跟，她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她基本上会表现得不露声色，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她会更加的慎重，更加的理性。就是如果我们看到的海伦一直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那么这句话就非常有戏剧性。但是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海伦呢，就平时的时候也经常会有情绪化发作的情况。大家注意，买进，赶紧去买呀！所以当刘德华说我赌他会失控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就这种戏剧冲突就不那么强烈了。所以我觉得在细节设置上可以再提升一下。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当中不仅是职场新人的生存警示录，也更是通过保洁大叔、外卖骑手等等群体去展现出了普通人的投资困局。您怎么样去理解在电影当中的一句话？人的贪婪，先把金融市场变成赌场。猎金游戏能带给我们普通的个人投资者哪些金融的警示？我觉得第一个警示就是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虽然可能是老生常谈，但是它是至理名言。当你了解了，你认为你可以，这个时候你再去冒这个风险。我的养老的钱都没了。哎呀，多能搞点明白呀！我们知道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而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认知的问题，这句话其实是跟人性是背着的。那么当这个背道而驰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非常坚决的炒股的纪律，才能够在波涛汹涌的股市当中保持自己的定力，保持自己的平衡。一方面我们要提醒作为一个股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同时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提醒从业者，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操作股市的人，他们是真正维持这个市场、推动这个市场的人，他们对于这个市场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最重要是提醒监管者，我们让监管者能够把这个股市健康发展，才是对所有的从业者、对所有的投资人最好的保障。究竟谁能够笑到最后，这个要看每个人的技巧，也看每一个人的智慧，更重要的是看整个市场是否有完整的规则，是否有公平正义，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场猎金游戏当中能够获得自己公平的报酬。好的，感谢陶跃庆的精彩解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今日影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